你见过比狮子还要可怕的野牛吗？你知道被野牛撞一下究竟有多恐怖吗？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牛都是一种憨厚老实的动物，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在全世界，牛的品种多达1000多种，但是野生的牛科动物就超过了140多种。多数人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人类饲养的家牛，其实在野外还有很多种非常凶猛且致命的野生牛。这些牛的危险程度其实一点也不次于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猛兽，有些品种甚至比狮子和老虎更加危险。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这种野牛刺穿我们的身体，非常危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会给我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危险的8种野生牛，带给我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猛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非洲野水牛。它是非洲大陆同狮子一样危险的一种大型水牛。据估计，在非洲地区，每年单是被非洲水牛践踏致死的人数就高达200多人，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型食肉动物狮子，估计每年才造成200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大型水牛被列为非洲5霸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非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3.4米，肩高可达1.7米，体重可达1800斤。这个家伙最致命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的性情，他们是非洲大陆攻击性最强、脾气最暴躁的物种，同样也是非洲伤人最多的动物之一。在非洲，除了人类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天敌。狮子虽然经常会去捕杀这种大型水牛，但是这种水牛也有能力抵御并且杀死狮子，而且狮子想要成功猎杀一头成年的非洲水牛，通常需要好几头一起行动，所以狮子在一定意义上并不能算是非洲野水牛的天敌。况且非洲水牛还是一种群居动物，水牛群数量最多的时候可以高达上千头在一起活动，这时候即便是一群狮子也不敢轻易的对非洲野水牛下手。再有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受了伤或者落单的以及带着小牛的母牛，其实与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因为离开牛群的非洲水牛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会变得非常谨慎，攻击性也会变得更强，所以在野外碰到这个家伙，无论是一头还是一群，都要远离它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家伙与狮子一样危险。第7个，欧洲野牛。欧洲野牛是欧洲现存体重最重的陆地动物，它的体长可达 2.9 米，肩高接近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在夏季，一头成年的雄性欧洲野牛在1天之内就可以吃掉60多斤的食物。看到这里，有些领导可能注意到了，它的外形与美洲野牛貌似非常接近。确实，欧洲野牛与美洲野牛同属野牛属，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外表也十分接近。但是除了外表，两者的身体构造却大不相同。欧洲野牛长有14对肋骨，而美洲野牛却有15对肋骨。欧洲野牛的平均身高普遍也都比美洲野牛更高，腿部也更长。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欧洲野牛非常不容易被驯服，脾气比较暴躁，尤其是每年的7到10月份，在这段时间是欧洲野牛的发情期。在这个时候，发情的雄性欧洲野牛会变得非常暴躁，性情蛮横无比，一切靠近它的物体都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无论体格多强壮的人类，一旦遭到这个大块头的冲撞，都是极其危险的。然而，即便是这么强壮的一个物种，却差一点被人类灭绝。其实，在很久之前，欧洲野牛曾广泛分布于欧洲地区，但是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它们不断的捕杀，早在1927年，这个物种就已经在野外灭绝，只有动物园里还剩下48头。之后，人们又开始对其进行各种保护繁衍，到了1951年，这个物种才被重新引入野外。据估计，截止到2019年，全世界的欧洲野牛的数量约为7000多头。第6个，亚洲野水牛。如果你在乡野田间遇到一头不明来历的水牛，请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水牛，那后果可能会非常可怕。水牛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这个大家伙曾是我们国家南方地区非常常见的一种家畜，它们的品种有很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家养水牛，但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野生水牛。野生的亚洲水牛与家养的水牛性情大不相同，虽然从外表上看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野生亚洲水牛并不具备家养水牛那种温顺的性格，而且野水牛的体型都要比家养水牛更大。亚洲野水牛的头体长度可达 2.8 米，肩高可达 1.9 米，体重最重可达 1.2 吨，而家养的水牛体重通常也就在半吨左右。毫无疑问，一头成年的野水牛可以轻易的杀死一个成年人。野水牛的牛角非常大，看上去就犹如2个弯刀扎在头上一样，相当威猛。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靠近水源的地方，并且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水中度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水牛身上没有足够的汗腺，通过汗液蒸发让自己保持舒适的体温，所以只能通过将身体埋没在水中去调节自己的体温。这样做同时还可以避免丛林中的各种昆虫的叮咬。再有就是野生的亚洲水牛的数量极度濒危，全世界大约只有4000多头野生水牛，而成年的野生水牛的数量可能不足3000头，非常稀缺。第5个，爪哇野牛。爪哇野牛也叫白臀野牛，
这个物种与白质野牛一样，腿部的下半截也是白色，它们的体色多数都为黄色，远看上去跟乡野间的大黄牛很像，身材大小也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你知道吗？爪哇野牛在我们国家与大熊猫一样，同属于1级重点保护动物。这种野牛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它们的臀部。爪哇野牛的臀部通常都长有一大片白斑，它们的身材高大，但是头部相对较小。这种野牛的体长也就在 2.2 米左右，肩高最高可达 1.7 米，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这个物种除了黄色，还有一些个别的皮肤颜色呈黑色。黑色的爪哇野牛远看上去与白质野牛很像，但它们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个物种的可怕之处主要就在于它们的外形，由于其外形与家养的大黄牛非常接近，所以人们看到它特别容易会将它与家牛混淆。因此当它们接近我们时，我们会毫无防备。一旦爪哇野牛被激怒或者受到惊吓，它们也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因为它们毕竟是生活在野外的野生物种，性情与家养牛大不相同，一旦失控，谁都无法预料它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危险举动。所以说在野外遇到臀部是白色的大黄牛，一定要时刻警惕，以防发生不测。第4个，低地水牛。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水牛之一，这个物种的体长约在 1.8 米左右，肩高仅为85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300-400斤左右。它的外观整体看上去不像牛，反而与一些羚羊有些相似，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水牛。这个家伙体型虽小，但是对人类却非常具有攻击性，尤其是年轻的低地水牛，它们生性孤僻，并且非常易怒，头顶上那2根尖锐的牛角就像2把锋利的匕首一样，在发起攻击时，它们会利用尖锐的牛角疯狂地刺向目标，一旦遭到它的攻击，就像是被无数把不算太锋利的匕首往我们身上扎一样，非常恐怖。这个物种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热带雨林深处。它们与其他的牛科动物不同，低地水牛通常都是单独活动，而不像大多数野牛一样成群生活。再有就是它们的寿命，野生的低地水牛寿命最长可达20年以上，圈养的可达30年。切记，在野外，特别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里，遇到的任何陌生的动物都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哪怕仅仅是一只小虫子。好，第3个，野牦牛。如果你身处青藏高原，在野外遇到单独的牦牛，请一定要远离它们，因为你遇到的如果是一头野生牦牛，那么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在青藏高原，牦牛似乎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动物，因为在很多牧民的家里都会饲养牦牛当作牲畜。然而家里饲养的牦牛与野生的牦牛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们的外表虽然都差不多，但是野生牦牛要比家养牦牛更大，攻击性也更强，特别是单独的野牦牛。离开牛群的野生牦牛的性情极为凶猛，它们就像是一头孤狼一样，会主动攻击在它面前的任何移动的物体，包括汽车。千万不要以为躲在车里就可以抵挡野牦牛的攻击，这个大家伙的威力足以将一辆吉普车顶翻，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利用工具与它们搏斗，因为不论雌雄，野牦牛一旦对目标发起攻击，就会不死不休，直到彻底将敌害铲除才肯罢休。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以上，肩高最高接近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外加上它们头顶上那长达半米的牛角，即便是棕熊见到它们，多数情况下也都会选择绕道走。在西藏，野牦牛实际上比狼还要危险，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第2个，美洲野牛。在野外如果碰到这个家伙，实际上比碰到熊更加可怕。从1980年到1999年，单是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内遭到美洲野牛伤害的人数就是熊的3倍多。它是美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美洲野牛主要都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平原地区，除了大平原，在一些稀树草原和寒带森林里也有它们的身影。一头成年的美洲野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最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它们虽然看上去比较笨重，但是奔跑起来的速度却非常快。这个大家伙可以以最快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持续奔跑5公里以上。如果在野外不幸遇到一头美洲野牛，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它们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毫无征兆，上一秒可能看上去还很温顺，但下一秒就极有可能转身对我们发起攻击。更可怕的是，即便我们手持远程攻击性武器，也无法将其吓退，因为美洲野牛根本不惧怕枪声，枪声越响，它们可能会越激动，同样也会变得更危险。更何况这种大型野牛还是群居生活，一旦遭到野牛群的攻击，是相当致命的。第1个，印度野牛。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科动物。印度野牛的头腿长度最长可达 3.3 米，肩高可达 2.2 米，体重最重可达 1.5 吨。在视频上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但是当我们实际走近后，你会发现这个家伙的体型足够巨大。这个物种曾遍布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它们原产于亚洲南部，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热带森林中。与其他牛科动物一样，在野外，印度野牛主要也是靠吃植物为主。由于其四肢的下半截都是白色，看上去就像是穿上了白色的袜子一样，所以印度野牛也被称为白质野牛。这种野牛浑身布满肌肉，在野外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并且这个家伙还是野生老虎为数不多的对手。在印度野牛的活动区域内，同样也生存着地球上最凶猛的食肉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野外，孟加拉虎与印度野牛碰面的机会有很多。虽然孟加拉虎有能力猎杀成年的印度野牛，但印度野牛也有能力在抵抗期间利用尖锐的牛角杀死孟加拉虎，所以老虎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招惹成年的印度野牛。通常老虎只会选择捕杀幼年或者生病的印度野牛，因此老虎还算不上是印度野牛的天敌。然而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在热带森林里遇到这个大家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白只野牛虽然体型庞大，力大无穷，但它们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非常胆小。这一点其实就是它们最可怕的一点，因为胆子小就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在野外，它们一旦受到惊吓，就会使出浑身的蛮力，在丛林里横冲直撞。在这期间，我们的身体一旦被它头顶上的尖锐的牛角刺到，是非常致命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见过头断了照样能长出来的动物吗？你以为不死之身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的身体或者器官在受到损伤或者残缺时，可以借助自身特殊的细胞组织进行重建。这里的重建并不是指普通的伤口愈合，而是重新长出新的肢体或者器官，有些甚至是头部断掉仍可以长出新的头颅。最强悍的一个，即便是身体被剁碎，照样可以恢复成最初的形态，其中有一些可能真正做到了不老不死、不生不灭的状态。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再生能力超强的9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9位的就是非洲刺毛鼠。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岩石和沙质地区的一种刺鼠。刺鼠的种类多达10几种，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都长有类似于刺猬一样的尖刺。除了皮毛上的尖刺，其外观与大多数的鼠类相似。这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谷物和植物为食。这种刺鼠每当遇到天敌或者其他捕食者的时候，一旦被天敌咬住，它们就可以像壁虎那样直接断掉自己的一块身体部位，以此换取自身的安全。我们都知道，壁虎通常都是通过断掉自己的尾巴来换取逃脱时间，而这种刺鼠则会直接将自己被咬住的一大块皮肤扯掉，以此来保全性命。而且这个家伙即便有大片的皮肤组织被扯下，过一段时间后，它仍可以重新长出完整的新皮肤，包括毛囊、汗腺以及毛发和一些软骨组织。更强悍的是，这家伙的伤口恢复后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恢复的会非常完美，并且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拥有这种能力的哺乳动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也正是因此，非洲刺鼠对于医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一天，人类也可能实现肢体断掉后重新长出的梦想。第8个，螃蟹。螃蟹自断手臂的视频，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它的这种行为主要就是出于保命。单看视频，相信很多人都会为螃蟹感到惋惜，毕竟断条胳膊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但是请各位领导不要担心，你知道吗？螃蟹自断手臂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手臂，而且与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差异，功能也非常齐全。不仅是前端的2个大钳子可以再生，即便是用来移动的腿，外加上前面的钳子都断掉，它们也可以实现再生。不过想要实现这种再生能力，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为螃蟹的体内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再生自己失去的身体部位。也就是说，断掉4肢的螃蟹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肢体再生。如果它栖身的水中缺氧或者光线过多时，也会影响到螃蟹的再生能力。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的一种石蟹，在当地如果捕获整只石蟹就是违法的。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将这种石蟹的爪子掰掉，然后将其身体放掉，仅吃掉它的大钳子却是合法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主要就是出于螃蟹的再生能力，因为不吃它的身体，日后它仍能长出新的大钳子。对了，再有就是这种螃蟹的肢体，只有在保证连接身体的关节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再生。如果关节处的薄膜受到损伤，不仅不能实现再生，而且它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大降低。第7个，墨西哥盾口螈。墨西哥盾口螈也被称为6角恐龙，这是一种生活在墨西哥的两栖类动物，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30厘米左右。这个家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之所以说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即便是部分大脑被截断，它仍能够在短时间内长出新的大脑，再生能力相当强悍。当然，它们的4肢、尾巴、眼睛、皮肤，包括肝脏器官都可以实现再生，而且不留疤痕。不仅如此，科学家将其他的外来器官移植到墨西哥盾口螈的身上之后，发现它们不仅可以自己修复受损的肢体，而且它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其他外来移植器官，并且恢复这些外来器官的全部功能，包括眼睛和部分大脑。
自我修复能力相当强悍。也正是因此，墨西哥盾口猿吸引到了很多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人们主要就是想研究它们极强的再生能力，希望日后实现人体再生。好，第6个，海蛇尾。这是一种与海星很相似的棘皮动物，它们与海星是近亲。这个家伙即便全身被剁碎，仅剩下一条腿，它仍能完好的活下去。它们的种类有很多，在全世界有多达2000多种。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要比海星快得多，它们动作非常灵敏，由于移动起来，它们的手臂会像蛇一样蜿蜒前行，因此被称为海蛇尾。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均有分布，水深从几百米到6000多米的深海处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海蛇尾最特别的一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椎间盘和手臂丢失的部分都会重新生长成一个新的个体，也就是说从它们身上掉下的一个触手，这个触手就会逐渐的生长成一个崭新的海蛇尾。当然它们也具备肢体截断后重新再生的能力，只不过这个家伙是截断的另一半肢体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然后自身也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手臂。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其实简单点理解，海蛇尾的这种现象就是无性繁殖，不过它们是通过分裂形式将自己一分为二，每只海蛇尾在1年之内就可以产生大约15个新个体。除此之外，这个家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它们在距今约5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好，第5个，斑马鱼。这种鱼看上去平平无奇，貌似就是一种普通的观赏鱼，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与人类基因非常接近的脊椎动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小家伙，它的基因组中约有3万多个基因，数量与我们人类差不多，并且斑马鱼的许多基因与我们人类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家伙在分子水平上竟然有高达 85% 与人类相同，特别是它的心血管系统的早期发育现象以及体内肿瘤的出现情况都与人类极为相似。也正是因此，使得斑马鱼成为了人类研究疾病的最佳实验动物。这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经过研究发现，斑马鱼在幼体阶段竟然有能力再生它们的心脏，它们的心脏在受损后仅需约2个月的时间就会完全再生，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这一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斑马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有很多，它可以使心脏再生这一点，如果经过研究过后，一旦成功适用于人类，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好，第4个，蜥蜴。蜥蜴类动物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多了解到的断尾再生的动物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壁虎。壁虎也属于蜥蜴的一种，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就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断掉的尾巴会掉在地上，像活物一样扭动，以此去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为自己换取逃生的时间。这种现象叫做自劫。其实除了壁虎科动物，像一些蛇蜥科、蜥蜴科以及石龙子科的蜥蜴都具备断尾再生的能力。断掉尾巴的蜥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失去尾巴后，蜥蜴的奔跑速度和攀爬能力以及平衡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不仅如此，在蜥蜴的尾巴中会储存着很多脂肪，失去尾巴后，对于蜥蜴来说也会失去自身的一些能量，因为有时候蜥蜴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也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尾巴。例如石龙子这种蜥蜴，有时候就会吃掉自己的尾巴以获取其中储存的能量。更可怕的是，没了尾巴的雄性蜥蜴在寻找配偶这件事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蜥蜴的世界里，没有尾巴，它的吸引力与社会地位会大幅降低。所以说并不是蜥蜴喜欢断尾，毕竟不到万不得已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拿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开玩笑呢？好，第3个，蝾螈。你知道吗？蝾螈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蝾螈科动物就有多达23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多达77种不同种类的蝾螈。其中绝大多数的蝾螈都具备再生能力，它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肢体、皮肤、器官以及大脑实现再生，而且是不留疤痕的再生。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在蝾螈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之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这种细胞对蝾螈的再生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这种巨噬细胞被移除后，蝾螈便会失去再生能力，反而会从之前的不留疤痕形成了疤痕组织。如果可以将蝾螈这种形成新组织的过程反向工程到人体中，对于人类来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老。不仅如此，要知道蝾螈不仅能够再生肢体，它们还可以再生体内的器官。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再生能力，使得蝾螈这个物种成为了人类研究逆向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渴望日后能够将蝾螈的这种极强的再生能力应用于人类身上。第2个，水螅。这个家伙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永生的物种。水螅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它们原产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生活在淡水中，通常在一些水沟中的水草或者枯叶上就可以找到它们。这种生物的体型很小，它们的体长通常也就在几毫米，最长也就在3厘米左右。水螅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被称为9头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水螅可以像西方神话里的9头蛇一样，它们的头部被切断了之后可以实现再生，而且水螅被切断的每一半身体部位都会重新实现再生，头可以生出脚，脚也可以生出头。如果从2头分别切开，中间的一部分将会同时生出头和脚，再生能力极强。不仅如此，
更强悍的是，这家伙几乎可以实现长生不老。1988年，科学家在对水螅长达4年的研究后发现，在这期间，水螅几乎不会老化，而且它们的死亡率极低。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似乎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之所以说它长生不老，不仅是水螅的老化迹象不明显，主要就在其拥有能够不断分裂繁殖的干细胞，可以让自己无限的向外进行无性繁殖。好，第一个，涡虫。我们都知道，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的，但是这一项定论对涡虫这种生物来说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涡虫这个物种，即便大脑被斩首，重新生长出来的新大脑仍然会保留着以前的记忆。这就是涡虫要比以上那些再生物种更强悍的原因之一。涡虫是一种3长目非寄生的扁虫，它们的体长从2毫米到10厘米不等。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它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咸水和淡水池塘的河流中，也有一部分是陆生的。涡虫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再生能力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们的身体即便是被切成碎块，每一个碎块都可以实现再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据估计，一只涡虫即便是被切成279块，它们仍可以在短短的几周内，这些碎块就可以再生成为完整的涡虫，非常强悍。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它们的记忆。据研究发现，涡虫的记忆可能并没有全部储存在大脑里，很有可能就储存在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1963年，一位科学家将一批训练过的涡虫磨成小块，然后喂给其他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最终发现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在吃掉训练过的涡虫身体后，竟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们的记忆。这表明涡虫的记忆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进行转移。至于涡虫是怎么做到的，人类还尚不清楚。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兔子急了真的会咬人吗？你知道被兔子咬上一口究竟有多可怕吗？兔子这种动物在我们的印象里大多数都是可爱的，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兔子竟然有能力咬断人类的手指。听上去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兔子的咬合力虽然不高，但是它们长有非常锋利的大门牙，锋利程度其实一点都不次于狮子与老虎这些大型猛兽。在吃草的时候，兔子的上下2排牙齿会来回切割摩擦，就犹如2把菜刀在切草一样，非常锋利。一旦它们受到惊吓或者患上疾病、身体不适时，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咬人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兔子咬伤儿童手指的事件发生过很多次，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兔子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什么样的兔子。兔子的种类分为很多种，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奇特的8种兔子，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兔。春节即将到来，黑兔在这里提前祝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万事大吉，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如果您喜欢这类视频，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好，第8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巨型花米兔。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兔子品种，它原产于比利时的法兰德斯。这个家伙的体重最重可达20斤以上，体长最长可达 1.3 米。凭借着巨大的体型，为自身带来了极高的回头率。也正是因此，在当地很多商店的老板都会将这种巨型兔子当作招财猫饲养。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主要原因就是将这种巨型兔子饲养在自己的商店门口，很容易的就可以吸引到路人的目光，从而间接性的可以为自己的商店带来一定的客流量。不过想要饲养这样一只大兔子，花费开销会非常大。巨型花米兔体型大，吃的自然也就多。据说这个家伙一年就能吃掉4000多根胡萝卜，每天单是吃喝就需要花费约10英镑左右，折合成人民币约为80多块。一年下来，但是这个家伙的开销就高达2万多元，而且每次吃饱后他们就会睡觉，活动量并不大。可能也正是因此，才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体型。这种兔子性格温顺，在当地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家庭宠物饲养。第7个，世界上最小的兔子——荷兰侏儒兔。它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小的一种宠物兔，即便是成年后，它们的体重也仅为1000克左右。成年人一只手就可以将它握在手里。这种兔子的耳朵很短，没有耳垂，2只耳朵竖立在头顶上，非常可爱。但就是看上去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在早期培育的时候却是一个携带攻击性的物种。没错，它们会咬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荷兰侏儒兔的育种者在培育这种小型兔子的时候选用了野生的兔子，导致早期培育出来的兔子行为方式更接近于野兔，而不是家兔。后来经过几代人的选育，如今这个兔子的性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温顺友善的宠物兔。对比上面的巨型花米兔，饲养这样一只侏儒兔要省心得多。这种小兔子不仅食量不大，而且它们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也较小。更优秀的是，它们天生就携带一种爱干净的本能。这个小家伙在排便的时候，通常都会选择同一个地方，而且智力也比大多数的兔子高得多。第6个，腿最长的兔子——北极兔。
当它们坐在地上时，看上去圆丢丢的一团非常可爱，但一旦它们站起来，你就会发现大长腿有时候也会拉低自身的颜值，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是千奇百怪，非常可爱。北极兔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兔子，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北极兔不算尾巴，体长就可以达到7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斤以上。它们的大小与一些狐狸接近。北极兔的皮毛很厚，但是它体内的脂肪就占身体的近 20%， 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寒冷并保存热量。由于冬季的北极地区环境恶劣，食物资源稀缺，在这期间它们只能靠吃一些木本植物与苔藓第一生存，等到温度回升的时候，它们才能吃到一些浆果、树叶。再有就是北极兔的皮毛颜色是会跟随季节变化的，它们与其他具备伪装的动物一样，到了春天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蓝灰色，到了夏天则会变成灰褐色。这种特征可以帮助北极兔更好的伪装自己，以此去躲避天敌的捕杀。再有就是它的长腿，虽然微微拉低了北极兔的整体颜值，但另一方面也为它带来了每小时高达60公里的奔跑速度。好，第5个，毛最长的兔子，安哥拉兔。安哥拉兔也被称为长毛兔，这种兔子的毛发非常发达，如果第一次见到它，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一种毛绒玩具。它们的毛发长度最长可以长到 36.5 厘米长，看上去非常巨大，但实际上这个家伙的体重仅为5斤左右，巨大的体型都是靠蓬松的毛发彰显出来的，实际上它们的体型并不大。这种兔子起源于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自1723年由英国海员将其带到法国后，安哥拉兔就被传到了全世界的很多地方。现如今，安哥拉兔共分为法国安哥拉兔、英国安哥拉兔、德国安哥拉兔和巨型安哥拉兔等等多种不同地域的品种，其中毛发最长的品种就是英国安哥拉兔。它们的毛色也不仅仅只有白色，除了白色，还有黑色、灰色和深褐色等等多种颜色。这种兔子由于其厚长的毛发，导致它的身体非常不耐热，而且定期还要为它修剪毛发，因为一旦毛发过长，一些脱落的毛发就可能会在它们进食的时候顺着它的嘴巴吃下去，然而它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将这些毛发顺利的排出，就会造成致命的消化道阻塞，情况严重就会导致死亡。因此每过90到120天就需要为它修剪一次毛发，以防消化道阻塞。第4个，耳朵最长的兔子，英国垂耳兔。这是一种拥有所有兔子中最长耳朵的品种，这种兔子的耳朵长度最长可达75厘米以上，它们的体型较大，成年体重通常都可以达到10斤以上。英系垂耳兔虽然看上去比较呆，但实际上它们非常活泼好动，而且性格也非常温顺。英系垂耳兔只是众多垂耳兔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耳朵是所有垂耳兔中最长的。在欧洲，除了这种大型垂耳兔，还有很多种小型的垂耳兔。这类的兔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胆子非常小。它们一旦听到一些突发的声响，就会表现出惊场现象，也就是特别容易受到惊吓。一旦受惊，垂耳兔的精神就会高度紧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果惊吓过度，很有可能会暴毙而亡。因此，它们需要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环境，才能健康成长。这种兔子的汗腺不发达，因此它们非常怕热，本身就长有非常浓密的毛发。一旦温度过高，它们不能通过出汗的形式去调节体温，只能趴在地上，利用地面传导以及加快呼吸的次数去散发体内的热量。如果想要养一只垂耳兔当宠物，一定要提前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以免对这种可爱的兔子造成意外伤害。第3个，速度最快的兔子，欧洲野兔。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兔，虽然名叫欧洲野兔，但它们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布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兔子的体型较大，它的体长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斤以上。欧洲野兔主要都生活在一些开阔的田野中，在野外，它们经常会遭到其他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杀。面对那些大型捕食者，为了保命，欧洲野兔只能选择拼命奔跑，因为除了逃命，它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去对付那些大型捕食者。也正是因此，使得欧洲野兔练就了一身非常强悍的逃跑方式。在奔跑时，它们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72公里，而且它们还能在高速奔跑时快速的躲避和改变方向。如果有需要，它们也能够潜入水中，通过游泳去逃避捕食者的猎杀。逃跑手段那是相当强悍，像一些奔跑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想要吃上一口欧洲野兔肉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野外通常只有一些大型猛禽和一些速度较快的猫科动物能够将其猎杀。如果在一些比较开阔的草地上，绝大多数动物是根本跑不过它的。第2个，最不像兔子的兔子，鼠兔。这个小家伙长相非常可爱，外观看上去非常像鼠类，但它们的行为方式却又很接近兔子。实际上这个物种既不是兔科动物，也不是鼠科动物，它们是兔形目的鼠兔科动物，与兔子比较接近。鼠兔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原产于亚洲和北美的寒冷气候，在全世界共有30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就有高达24种，其中有10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物种。它
它们的整体体型都很小，鼠兔的四肢短小，体长仅为10到30厘米，体重仅为半斤左右。这种鼠兔栖息于各种草原、森林以及多岩石的山坡上，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再有就是这个小家伙对于温度有极高的要求，鼠兔只适合生存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它们只能生活在温度低于 25.5 度的环境下。如果高于这个温度，它们就有可能因不适导致死亡。相反，如果在寒冷的环境下，即便是温度低至零下20度，它们也能在野外正常活动，并且不会被冻死。这个家伙常年昼夜出动，从不冬眠，即便是到了寒冬腊月，它们照样会出门觅食，抗寒能力极强。第一个最稀有的兔子，苏门答腊兔。这种兔子的外貌并没有太突出，但它却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一种兔子。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比大熊猫还要稀有得多。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苏门答腊兔仅有3次目击记录。由于比较罕见，因此人们对它的信息知之甚少，只知道这种兔子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从发现的标本中观察到，它们的体长约在4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3斤。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皮毛上有黑色或深棕色的条纹。它们主要都生活在山地丛林地区。其实在上个世纪，苏门答腊兔的踪迹还有很多，只不过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对这种野兔产生多大的兴趣，因此也就忽略了这种兔子的存在，甚至压根就没意识到这种兔子的存在。直至今日，苏门答腊兔变稀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可能是人类栖息地扩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对于人类来说，苏门答腊兔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最后再次祝愿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财源滚滚，身体健康，大吉大利。谢谢。